尼尔森老师不见了。207教室的孩子们闹得不可开交，沾着唾沫的纸床粘到了天花板上，纸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。他们是整个学校里表现最差的学生。嗨，静下来！尼尔森老师的声音甜甜的，不过学生们可不会马上安静下来。他们窃窃私语，咯咯怪笑。他们扭来扭去，挤眉弄眼。甚至在讲故事的时候，他们也胡闹一气。他们从来不肯好好做功课。一定要采取措施了，尼尔森老师说。第二天早上，尼尔森老师没有来学校。哟吼！孩子们一起欢呼。这下我们真的可以玩个够了。他们开始揉更多的唾沫纸团，叠更多的纸飞机。今天就让我们为所欲为吧，孩子们说道。别高兴得太早了，一个粗粗的嗓音阴森森地响起来。一个女人站在了他们面前，穿着一件丑陋的黑色连衣裙。我是你们的新老师，维奥拉·斯旺普老师。她拿着戒尺，啪啪地敲着讲台。尼尔森老师在哪里？孩子们问道。不关你们的事，斯万普老师打断了话头。打开数学课本。尼尔森老师的学生们听话地照着做了。他们看得出斯万普老师是一个真正的女巫，她说一不二。她让他们立刻投入学习，她还给他们留很多家庭作业。今天我们要取消讲故事的时间，斯万普老师说。闭上你们的嘴巴，斯万普老师说。给我坐好，斯万普老师说。你们要是不守纪律的话，可不会好过的，斯万普老师说。207教室的孩子们从没有像这样努力学习过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尼尔森老师一点儿消息也没有。孩子们开始想念尼尔森老师。也许我们该想些办法找到他，他们说。一些孩子去了警察局。麦克斯·莫格警探负责这件案子。他听了孩子们的陈述，挠了挠下巴。他沉吟着。我认为尼尔森老师失踪了。麦克斯·莫格警探帮不了太大的忙。另外一些孩子去了尼尔森老师的家。窗帘拉得紧紧的，也没有人来开门。不过，他们却瞧见了另一个人。邪恶的维奥拉·斯万普老师正从街上走来。要是他发现了我们，就会布置更多的家庭作业。他们赶紧溜走了。也许
尼尔森老师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？也许他被鲨鱼一口吞掉了。有一个孩子说道，不过这似乎不大可能。也许尼尔森老师飞到火星上了。另外一个孩子说道，不过这似乎也不大可能。我知道，号称万事通的孩子大声宣布，也许尼尔森老师的汽车被一大群生气的蝴蝶带走了。不过，在所有的猜想中，这最不可能了。207教室的孩子们非常沮丧。也许尼尔森老师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们永远摆脱不了薇奥拉·斯万普老师了。他们听到走廊里传来脚步声。那个礼物来了，孩子们悄悄地说着。大家好，孩子们。一个甜甜的声音响起来。是尼尔森老师。你们想念我吗？他问道。我们当然想了。全班的孩子都大声回答。您去哪里了？这是我的小秘密，尼尔森老师说。讲个故事，大家听吗？哦，太好了！孩子们大叫。尼尔森老师注意到，在讲故事的时候，既没有人吵吵闹闹，也没有人走神发呆。是什么带来了这个可喜的变化？他问道。这是我们的小秘密，孩子们回答。尼尔森老师回到家里，脱下外套，把衣服挂进衣橱，刚好挂在一条丑陋的黑色连衣裙旁边。睡觉的时候，他哼起了小曲儿。我绝不能说出真相，他微笑着自言自语。另外，麦克斯·莫格警探开始忙一件新案子。这会儿，他正在寻找薇奥拉·斯万普老师。